你可以开的银行账户呢，就是华美本土银行账户啊，这是我要重点介绍一下。那首先的话，曾经是有个 Velo 银行账户是吧？风评不是很好，这个就有点像小米跟红米手机，华为跟荣耀啊，集团旗下也分汇丰银行跟恒生银行。那丰田汽车集团下的话，还分雷克萨斯跟丰田是不一样的。那 Velo 银行账户的话，从去年开始就开始收这个$300的开户费用。那相当于2100人民币啊！本次推荐的话，华美本土银行账户啊，远程视频见证开户完全合规的啊。为什么合规呢？我还特地发邮件问了总部啊，虽然总部没有回我邮件，但是我还特地打个电话问总部客服了，会把录音放在视频最后面，你可以听一下啊，是不是这样子的啊？所以说这个是合规的。那首先的话，我简单说说呢，你华美本土银行账户呢，就2种方式可以开户，要么就人去美国。飞过去搞个地址证明，你开华美本土银行账户，要么你在中国内地也是可以开的，只是说呢，你必须要有一个客户渠道经理啊，你如果没有客户渠道经理的话，你开不了的啊，他只会说你要不要去开 Velo 银行账户，懂意思吧？那么刚好呢，前几天有一个朋友发给我啊 ，Velo 华美银行开户指南啊，这边的话 ，Velo 说实话。现在开户真的是越来越难了啊 ！Velo 说实话风评不是很好啊，评价不是很好情况下，说实话人家把这个门槛提高了，说明什么呢？生意还是好，开户人还多啊。第一个的话，开户费用去年就开始收了啊，现在的话增加一条这个规则吧，开户后60天内啊，2个月需要累计入金超过$25,000啊，所以说这个门槛是很高了啊。那么寻找客户经理在内地见证视频开户的话，需要多少费用呢？2400人民币啊，那所以说相对于你开 Velo 银行账户的话，其实你还是更划算。很多朋友会问我啊，他要问如何开通这个 Zelle 啊，很多人想用 Zelle 啊，那包括做电商的、做海外贸易的、做跨境电商这种海外仓的啊，很多啊。那说实话，你华美本土银行账户它本身就是跟 Zelle 相关联的啊，你本身 APP 里面就自带就有的啊，你可以登记一下就可以了。比如说你这边看到啊，这个本 APP 是吧？这边就有的啊，包括我自己的 BOA 它里面也是自带的啊，所以说这种 Zelle 啊，它是本身这个银行是允许你用的啊，但是你这个银行账户呢，不要去关联别的类似于 Zelle 的一些应用啊，否则的引起一些风控。我看到有人关联了另外一个应用啊，那个应用给他打小额付款。结果呢，被咔嚓了啊！为什么呢？就怕他这种资金嘛来源不明等情况嘛，反正 Zelle 收款是没问题的，本身自带的。而且一点的话，这边是 Zelle 的官网的，就按 E 字头的啊，比如说银行啊，这边 E 字头的银行这边有个 East West Bank 啊，这边是 Zelle 官方合作的。那如果说我说这个漏的话啊，我不知道啊，这个都没有啊，所以说你开 Velo 的话是默认是没有的，应该说啊。好，先说华美个人开户的报价及流程吧啊。首先的话，开户费是2400人民币啊。那提供开户人护照照片，人要见面啊，远程视频见证，填写开户申请表啊。那第4点的话是视频见证及开户啊，就是基本上今天开，明天就开通了啊。然后再隔个2天的话，基本上是开通网银啊。网银有了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登录这个页面了啊，你就可以登记这个 Zelle 了，明白吧？当然卡是后面给你的，卡的话是通过平信发给你啊，是 Visa 卡啊。这个 Visa 卡的话，基本上到国内的话，估计要21天左右吧啊。那么这个是新账户的申请表啊，填写的话这边有模板，其实还很简单的啊，然后你到填写一下就行了啊。这个的话也有这个客户经理是可以协助你的。那卡片的话就是这张 Visa 卡啊，这张卡的话是跟你的 checking 账户是绑定的。那么这张卡的话，你也可以绑定到 Apple Pay 啊、Gpay 啊都可以用啊，是美国的上实体卡。那么还有的话就是，你除了这些权益以外的话，你还有一个账号权益，全新推出担保信用卡。你通过这种方式开户的话，你也可以开这个信用卡啊，不需要 SSN， 也不用年费啊，可以积累信用分数啊。到回头的话，你可以到时候呢用了久了的话，他会把你担保金退回来啊。这样的话，你就实打实的变成一张信用卡，可以透支的。那如果说未来的话，你想开别的银行信用卡的话啊，还是可以开别的银行信用卡的。那么所以说呢，2400块钱呢能干什么呢？就是你可以开一个华美银行本土银行账户，你可以接收 ACH 的转账。第2点的话，你可以默认开通 Zelle 的登记，默认 APP 里面就可以有，你登记一下就可以了啊。可以登记邮箱，也可以登记手机号码。那么还可以获得一张借记卡啊，借记卡是可以发到你国内的地址。然后呢，你也不需要提供美国地址证明就可以开户。那么还有一点的话，就是担保信用卡你也可以开通，对吧？
高达10000美元的额度。那还有一点的话，就是这张卡有个非常好的地方，国际交易手续费是可以免的啊，免手续费的。那很多银行的话，比如说我用 BOA 的话啊，有些卡，大部分卡都是有这3%的啊，只有些旅行卡是没有的。当然的话，利率的话这边也会低一点啊。当然，这个利率的话是你欠钱不还的情况下做分期的时候啊，它才会收这个利率啊。默认的话，你像中国一样，你账单出了之后还掉是没有任何利息的。好了，这一号再介绍一点啊，这个开户你是不需要邮寄资料去美国本土的啊。那所以说呢是非常方便的。有一些商家我知道他那个找到客户经理渠道啊不够硬啊，那还要什么邮寄资料啊，这个是不需要的。所以说2400的话都包含在里面的。好，现在说这个公司开户流程啊，其实很多朋友的话有个误区啊，因为我们做中国的朋友吧啊，这个以前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的，比如说收个手机款啊，别人说我网银给你转账吧，那我就是发个农业银行网银、建设银行网银，他转账还免手续费是吧？其实这种做法啊，在海外都是违规的啊，你个人账户是不能做这种生意的，生意来往的啊，进进出出，进进出出，他会认为你是不是资金在归集、资金在分散、在洗钱操作，明白吗？所以说呢。虽然说你可以个人账户开通 Zelle 登记，但是 Zelle 登记的话，基本上是用于 AA 付款或者朋友之间付款啊。然后呢，偶尔有人如果问你买个东西，那还可以过得去。但是隔三差五的就有人来付钱，那对不起，很有可能你的 Zelle 会被关闭啊，银行账户也有可能出问题。明白吧？所以说你不能经常去用啊，偶尔去用比没问题。那这边的话说个公司开户流程啊，公司开户流程上次我也做过一个视频，是讲一个在北京语言大学读书的一个老外，他现在在做这个生意，做公司开户、个人税号申请啊，美国银行差不多这业务啊。但是呢，他没有提供华美，而且他这个你跟他沟通嘛，他会说一些中文，但是英文还是主要语言，所以说呢。有些朋友跟我说，能不能找一个中国的朋友，或者说汉语比较好的啊，那中文对接。那如果是华美啊，其实在美国的华人，如果说你不会英语的话，你还是建议打电话打给华美吧啊。那第一点啊，公司注册你可以不开银行账户，没问题的。我这边公司注册加开户报价是总价啊。先说公司注册流程啊，加报价，那基本上价格差不多啊，那个2300到3300，不贵了啊，公道价了。第二点的话，这个华美开户流程加报价，这个比较贵，8200，真没办法啊，这个确实比较贵，我只能这样说。但是呢，华美银行毕竟它有一个优势吧，就是语言优势啊。那么两项相加啊，才得到这个1万多人民币啊，可以注册一家美国公司加华美银行开户。注册公司说实话挺省钱的，当然我也知道，上次跟大家说过啊，有些零元注册公司。但是零元注册公司你最好问问仔细，他后期可能这个要钱那个要钱啊，这种套路中国国内也玩得很熟。你网上搜一下啊，都是零元注册公司，但是真的是零元吗？说实话，你要是自己懂行，那你还可以做到零元，对吧？后面的话，比如说报税啊、地址费啊都要钱，是吧？那这边成本啊都给你写清楚了啊，查册费啊，默认很多这种银行开户都是要查册费的啊，账户激活费这边都不用交钱了，明白吧？一个总价就是10500到11500，关键是最后还送你一个华美个户，价值2400块啊，等于说相当于呢，你这8200呢包含这2400啊，一个公户一个私户啊，这样的话你就是用公户去收款，公户去注册一个 Zelle 的商业版，那么这样的话你就比较规避了啊，比较合理了，那你可以天天收款，问题都不大啊。好，最后给大家讲一下啊，这个还有一个隐藏福利啊，比如说你这边申请了 EIN 号，等于说公司税号嘛，公司税号之后呢，你有公司的账户，公司账户之后呢，你是股东或者法人，那么你这边的话是有个个户，对吧？然后你可以申请担保信用卡，这个时候的话，你有美国公司，你是不是有权利可以申请这个个人税号啊？因为个人税号申请的话是要有申请理由的，你这个理由就很充分，然后加上你这边有担保信用卡的话啊。可以累积信用分，加上你有个人税号，在很多银行线上是可以直接申请其他银行的信用卡啊，或者说 checking 账户啊、支票账户啊。当然的话，这个申请支票账户要比信用卡难一点啊。我只能给大家稍微介绍到这里吧啊。那如果说有需要开户的啊，可以联系我一下。那视频最后我可以放个录音给大家听一下，因为我确确实实向华美银行打过电话了，问过了。确实只能是视频见证开户，而且只能找这个客户经理。查询服务
包括账户余额与交易，请按1；与客户服务代表通话，请按2；查询商业线，请注意我们客服中心目前的电话量高于正常情况，并且在线等候的时间会比较长。如果您希望和客服人员联系，请按1。您好，感谢您致电华美银行，我是莉迪亚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？哎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说，我现在人在中国大陆，我可以开华美银行账户吗？可以的，你可以在我们的华美银行网站上开启华美银行账户。九号银行账户啊？您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开启我们的银行账户。啊，这个是可以，你们官网是允许这个远程开户的，是不是啊？对，我们可以远程开户的，您只需要您的护照和身份证号码就可以了。护照和身份证号码，那我就不用找客户经理吗？还是就是我自己可以自己完成？您自己可以自己完成，不需要找客户经理的。那我需要提供什么资料给你吗？除了您的证件的话，您是要放美国境内的地址跟电话吗？一定要有美国地址吗？如果说我有中国地址的话，可以吗？中国地址也是可以的，只是如果您要用美国地址，需要提供一下地址证明这样。哦，那我开户流程的话是怎么哪里可以有帮助啊？先生，您知道我们的网站是多少吗？对，我知道 eastwestbank.com 嘛，我这对的。然后在我们的网站上，您可以看到产品类型，然后我们远程开户，选择 Value by East West Bank，然后您要开，然后选择好您需要开的账户类型，那一般是支票账户，不是，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。我先打断一下，我不想开 Velo，我就想开那个华美的，就是本土银行的账户，就是 East West 的 Bank 的。这样的话，那您就联系客户经理帮您开就可以了。哦，就是 East West Bank 的话，只能联系客户经理是吗？对的，因为我们的柜台账户都是通过客户经理开的，所以如果你要开柜台账户，您只能联系客户经理。那我怎么去联系客户经理呢？怎么去联系客户经理？您到美国境内任何一个柜台都可以。那如果说我没法过来的话，能不能开啊？如果您没法过来，您没有自己认识的客户经理的话，那您没有办法帮到您。哦，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必须要认识客户经理，然后客户经理有权限帮我远程开户，对吧？我们一般柜台账户都是本人到柜台开的。如果说您有认识的客户经理可以协助您远程开的话，可以帮您这样操作。好的好的，明白了，谢谢你啊。那你有没有别的方式可以让我就是人在中国可以认识这个客户经理，有没有办法？这个没有办法哈。您其实远程我们一般推荐开 Valo 的账户就可以了。好吧好吧，谢谢你啊，那我知道了啊。好，再见啊。